我第六代了，我是华人。当时为什么从福建来越南呢？在越南中部有一座小小的古镇，几百年前却是整个东南亚最繁华的国际商港之一，它叫惠安。16到17世纪，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。那时的惠安街头随处可见日本商人、中国会馆，甚至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。丝绸、陶瓷、香料在这里交换，也带来了多元的建筑、饮食和文化。然而，随着河道淤积、贸易中心转移，这座曾经的国际大港逐渐沉寂下来。惠安从热闹的东方威尼斯慢慢退位成一座安静的小城，但这份沉寂却意外保留了独特的历史风貌。今天我们走进惠安，仿佛可以看到一部活生生的东南亚开放史。加速闯越南第45集，和我一起走进惠安，看看这座古镇如何从繁华走向沉寂，又如何在今天重生，成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。在越南啊，经常能看到让我眼前一亮的大树啊，比如说像这棵，你看多壮观啊！卖彩票的越南女人，我的天啊，这个树的话难以形容啊。像很多国家和民族，他们的传统服饰呢，就是每个人审美不一样，有一些人觉得好看，有一些人觉得不好看。但是越南的奥黛啊，好像都比较公认的觉得很能体现越南女士的一个曼妙的身姿。像这一些服装店都提供定制服务的，就是跟你量身定做这些成衣啊、西装啊 ，making your size。旅游区域的服装店也有纸币兑换的服务。这条街好像好多这样的店，这里好像还可以让你学习裁缝。我看到在惠安挺多这样的服装店的，后来才了解到惠安的裁缝业历史比较悠久，最早在几百年前的那时候手工缝制的衣服。这是因为惠安城市重要的国际商埠，所以呢，裁缝们为不同文化的人服务，有占婆人、越南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，还有西方的商人。这些油画店啊，它画什么就能体现越南的一些特色，比如说像这个河内的火车街啊，还有这些戴着这个锥形帽子的妇女挑着扁担。惠安仙池、潘池门，这买水管。听着这些穿梭在小巷子里的叫卖声啊，仿佛回到了这个电影里的民国时期啊，感觉。我在没来惠安古镇之前啊，看网络上一些评论说，惠安古镇就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地方啊，充斥着卖小商品的批发货的这个商铺，挺没意思的。其实我来到这里啊，如果你慢慢的去感受它的这种建筑也好，人文也好，它其实是很有韵味的，看你怎么去体会它，去感受它。先走。在裁缝的女士，我是比较漫无目的的散步的，现在应该是走到主要的这种观光区啊，游客一下也多了起来。这家应该是这个比较出名的咖啡厅。这就是越南8大世界遗产之一的惠安古镇。这是个建筑的风格，像我们那边的骑楼的风格。
像我身后是广照会馆啊，惠安呢是有好多的会馆的，比如说像福建会馆、海南会馆、潮州会馆、广照会馆，是因为在17世纪到19世纪啊，很多中国，特别是以上这些地方的这个华人呢，就来到惠安这里经商定居，所以呢，这些来自中国潮州呀、广东呀、福建、海南的商人呢，就根据原籍地建立了很多的会馆。这些会馆呢，既是作为宗教场所，也是这种社交场所，还是这种乡亲互助、联络感情的一个中心啊。广照会馆，这个会馆就是比较的这个雕刻比较精美的哈。120 12万，也就是一个套票是12万，大概是36块钱。就买了这个票以后啊，这里的很多地方就能参观了。主要就是一些会馆，比如说福建会馆、广东会馆等等的。惠安古镇的一些主要看点，在17到18世纪啊，惠安古镇是最繁华的国际商铺，在东南亚来说啊，这个是中心，对，是很多商船往来，是很多从日本、中国、葡萄牙、西班牙和这个挪威、印度来的商船，进行商贸活动的中心。这是惠安福建会馆。这是第一个需要买票才能参观的地方，金山寺。光绪年间建了哈。寿字，群青大墓。咱们看到这里的这个捐款是几百万起步的哈。国泰民安，这么一个大大的石桌，出国了还能看懂这里的文字啊，这感觉挺奇妙的。这里写着前恩浩荡，上面还有惠安福建会馆、惠安天后宫，还有这个潮州会馆、中华会馆、广照会馆、嘉应帮。中华民国61年，上面挂着这些主要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啊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除了中文还有一些这个英文、越南语都有。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 ，Good health and wisdom。马来西亚身体健康，早日康复。孔子圣像，列着牌位。我好像看到熟悉的面孔了哈，吴景涛主席来参观这个福建会馆，还有江泽民，腾云驾雾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。惠安没有网络上说的充满了商业化的气息啊。如果你放弃功利的想法，不要想着要得到什么，忘我的沉浸在这个环境中啊，你会有一种好像被熏陶的感觉哈。精诚团结，惠安亭。神力回春，桂海慈云。两位学功夫的小女孩
这里左右一个门也写着东城、西就、德大安民、千古盛、功高建国、万年长。这是第2个会馆，叫中华会馆，礼仪华文。古色古香的柜子，礼仪廉耻。这一个会馆是不需要凭票进入的，不属于那5个凭票进入的地方。天后宫，厚德崇光。看一下天后圣母史略。在越南呢，我常能看到天后圣母的庙宇啊。我相信对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言自明啊，他据说是有神奇的能力救助海上遇险的人，后来被尊称为海上的保护神。天后圣母相当于海上的守护女神。那么因为从明清开始啊，福建、广东等地的华人大量的移民到东南亚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等地谋生，他们航行距离远，途中风浪危险，面临海盗、疾病等危险。为了求航海平安、贸易顺利，这些华人呢就将妈祖的信仰带到了南洋地区，建立了很多妈祖或者说天后圣母的庙宇。在异乡建立庙宇或者说举行祭祀活动，也帮助这些刚刚落地他乡的华人在异乡就是形成凝聚力，或者说建立文化认同，共同的互帮互助。这个博物馆是一个360平米的老房子，在19世纪末建的，在1995年，在这个日本的专家的一个合作下，这个房屋改成了一个博物馆，这莲雾的树这么高的呀！我在海南见那都是小株的莲雾树。2楼，这些瓷片是在离惠安不远的大藏海口呢，对面有一座藏婆岛。当年呢，在海底大约80米深的位置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古代商船沉船遗址，沉船里装满了15到16世纪的越南陶瓷，主要来自北方窑厂。因为沉入海床后被淤泥覆盖，这些陶瓷竟然保存得非常完整，很多碗盘、花瓶、大盘子至今依然清晰可见。这艘商船当年正沿着东海航线，把陶瓷运往东南亚各国，却在这里不幸遇难沉没。选择离岸30公里的航线，本是为了避开海盗，可惜仍未能幸免。这艘沉船遗址揭示了古代越南跟邻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。18到19世纪的青花瓷，中国青花瓷，19世纪的青花瓷，主要是一些瓷器，一些挖掘出来的瓷器。这些是挖掘出来的一些瓷片碎片。这个房屋结构挺有特点，它在这个2楼有一个天井一样的地方。这房子都被植物铺满了。
这是民俗馆吧？啊，这今天参观第3个需要凭票参观的地方。这个是惠安裁缝的一个发展史。前面提到，惠安在16世纪开始呢，裁缝业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。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商埠，为各个国家的人定制服装是一个当时的刚需啊。而到了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时候，缝纫机传入了以后，惠安的裁缝业就更加兴盛。很多裁缝铺专门制作越南传统服饰和欧洲样式的衣服。他们选布、量体、剪裁、缝制，每一个步骤都细致。用料呢也是轻薄的天然面料，比如丝绸、雪纺、亚麻，非常适合越南炎热潮湿的气候。惠安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呢，这里的裁缝业就更加的繁荣了。很多裁缝店在1天之内就能为客户量身定制一件独一无二的衣服，所以呢，不少的游客将来惠安定制一件衣服作为一个舞狮表演，是惠安很早以前就开始有的。它主要就是在一些庆典活动啊，进行一个助兴的表演，然后主要的目的是促进和平，还有驱邪避魔，带来好运。这是一种传统的灌溉方法，将这个水从这个水渠里面引流到一些低水位的稻田里，犁田的。这一幕在我小时候我还看到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在我老家那边全是机器耕田犁田了。惠安它是一个滨海的港口啊，所以它这里的商贸也是发展的比较快。捕鱼的，我就说这个东西没怎么见过，它这个是捕捞那蟹宝宝的。这些是房屋屋檐的一些装饰的物件，鱼龙，还有这些是花纹的一个岩柱吧，圣祠。金神、木神、水神、火神和地神，各种神仙。这一幕我就很想到在广东湛江地区的一些年历的民俗啊。这个昨晚我就看到了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它是一种这种民俗民间的游戏啊，在中越很流行的。因为好奇这个游戏的玩法，所以我特地去查了一下，它叫 Bai Trai， 是越南中部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和民间游戏。这套游戏牌共有30张，每张都有名字，牌分成2堆，30张单牌由游戏的歌手及游戏的主持人保管，10张副牌则分发给游戏玩家。在游戏中，玩家在各自的小屋里购买牌并等待，歌手依次抽取并保留1张牌，同时唱出这张牌的名字。持有与歌手唱出的相同牌的玩家，在小屋的主杆上贴上1张牌，谁先齐集3张就能获胜并获得奖品。它有点像结合了唱歌、抽奖和纸牌的游戏，常常在春节或者节日里面玩。而且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还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看着这种游戏啊，颇有点穿越回到古代村落的节日现场。捕鱼它是用了很多工具的，每个道具都有不同的作用。这是秤砣，在上世纪的50年代啊。这是卖瓷器的，这是卖肉的市场，这是这个在市集上的小摊，这是惠安集市，这是
这个市集活动啊，在河边。这是卖槟榔果的小摊，这是卖陶罐的一些小摊，这是市集上卖肉的小摊。这写着在农业没有那么现代化的过去啊，这些农民呢就依靠这个最原始的灌溉方法，他们挖这个水渠，然后用这种竹篮子引水到他们的田地里面。这个古老的捕鱼工具啊，妇女往前推，水和泥越过这个竹边，小鱼小虾小蟹就装到这个竹篮子里面了。这是传统的惠安民居的一个室内的一个场景复原。客厅、卧室，一些用餐的地方。看一下惠安传统的饮食啊，这就是秋盆河。木香、梅香祛风百叶榕。这是结婚的一个礼物盒子。这是一个中等的食物盒，这结婚证书吧，结婚人、主婚人啊。像惠安的婚礼啊，既有整个越南的这个普遍的共性，又有地方的特点啊。一个幸运的和备受祝福的婚礼呢，应该包含以下：首先是把这个喜讯公布于众，然后呢，去拜访女孩的家庭。问候女孩的名字，询问女孩的名字，然后订婚、办婚礼，然后再回到新郎的家里面。一边看地图，一边找一个玩的地方。我越逛着越发现流连忘返。我发现这个惠安古镇就像你喝一口老酒一样，喝一口陈酒一样，就是让你回甘无穷的感觉。如果你是那种赶时间的，比如说我一天要去几个地方啊，可能体会不到它这里的一个这种韵味啊。当你不赶时间，反正慢悠悠在这里散步的话，这是一个中国商人在17世纪晚期建的一个老房子，最老的和最美的一个房子在惠安。Yes, I have a ticket. Okay. 每个参观 OK， 感恩。Where you from? I'm from China. 中国。中国。中国哪里？广西。广西。啊。祖先我是福建人。你是福建人？你去过福建？我去过福建漳州。我出生在这里。在这里。我第6代了。第6代。啊，我是华人。哦。当时为什么从福建来越南呢？做生意的，买药材做生意。哦，这是你的爷爷的爷爷。啊啊。啊，谢谢你啊。祖先啊，谢谢你。啊，这是这位爷爷的先祖啊，他是第1代从中国福建万里漂洋来到越南的哈。这就是他们家的一个老宅子，一看就过去是大户人家来的哈，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房子。在惠安有这个惠安三宝啊，一个是白玫瑰饺子，一个是炸云吞，一个是高楼面。这好像是白木耳。冬菇的。冬菇，嗯，做饼。白玫瑰的，做白玫瑰的。哦。他是你
太太是吗？越南人啊，Vietnamese 啊，他会说中文吗？不会，好，谢谢你啊。这位爷爷在惠安落地生根了哈，这些都是他子孙啊。No, I'm full, I'm full. 饱了啊。他们都在这里，白玫瑰啊，白给这个。哦，我们看一下惠安的一个特产白玫瑰高楼面，这个是用大米做的吗？糯米，糯米。刚来到惠安的时候，我就频繁听到惠安三宝，只知道这三宝分别是高楼面、炸云吞、白玫瑰饺。高楼面就是上集我吃的一种比较粗糙的宽面条啊，口感比较劲道，通常搭配炸脆饼干片、香草少许肉汤。第二宝馄饨或者叫云吞啊，就是眼前这位奶奶正在制作的。它是惠安的馄饨呢，是有汤的，也有炸的，皮薄馅香，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像我老家玉林呢，就是云吞呢，在整个广西是比较出名的。我吃云吞可以说从小吃到大。那么惠安第三宝呢，就是远近驰名的白玫瑰。别以为它是花，它其实是一种晶莹剔透的小饺子，薄皮像花瓣一样包裹着鲜美的馅料，蘸上特制的鱼露，酸甜微辣，清爽的刚刚好。这三样呢，就是惠安的味觉名片。因为越南是我第一次单人背包出国旅行的国家，所以呢，在惠安了解到的华人生活，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海外华人的一个生活情况。虽然从历史上早有听说下南洋的故事，但真正的与这些可能好几代的华人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，还是有比较大的感触啊。他们的祖先在当年啊，可以说远涉重洋，乘风破浪，在危险横生的海洋上，搏击风浪啊，就为了生存，或者说为了有个更好的明天。未来呢，也许我也会探访世界各地的华人。如果你有与华人有关的生活记忆和故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。一个是白玫瑰饺子，也就是50K，大概15块钱一份。我有时间再来玩。好的，您慢慢吃，谢谢你啊。爷爷还叫我在这吃饭，我说吃过了。他说你晚上6、7点再来这里吃饭。现在呢，他家的这个老房子啊，就成了一个旅游观光点之一了，记录了这个华人的一些历史。光绪5年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下集影片呢，我们将走进惠安的一个地道的集市，看看当地比较真实的生活方式和非常有市井气息的饮食文化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